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打来看片片。今天跟大家说一部光听名字就能吐槽10000遍的剧《流淌的美好时光》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剧名看着是不是贼美好、贼温暖？但能蒙了我吗？这剧根本就是悲伤逆流成河改编的好吗？咋了？悲伤和逆流都让阿拉斯加吃了吗？45度角仰望天空的明媚忧伤不好使了吗？这种足以载入文学史的伤痛文学，让你咔咔一顿改，那都成啥了？是你编剧太飘了，还是觉得郭敬明拿不动刀了？一起这个名字就好比管一路向西叫《西游记》啊，谢罪啊！咱们先看下剧情，男女主齐明和易遥是住在上海一条弄堂里的邻居。是的，剧名虽然改了，但是人名没改。齐明和易遥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很好。不过俩人看着怎么也不像一路人。齐明家庭美满，家境优渥，他自己也是旁人眼里的乖宝宝。易遥的父母离异，家中一贫如洗，他因此野蛮生长成了叛逆少女。看得出来，编剧特别想表现易遥家特别穷。易遥回家做饭的时候，特地给见了底的米缸一个特写，麻烦编剧老师先从米缸里钻出来，睁大眼睛瞅瞅易遥家这个客厅。虽说家具都是旧的吧，但是光这个客厅就20多平米吧，更不要说这还是2室1厅带独立厨房的，条件差了上海老弄堂的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好吧？我看你们家是吃不起饭，你们家应该吃肉。吃完了饭，易遥和齐明一起去上学。齐明对每个碰上的邻居都使劲奉承大吹彩虹屁，易遥就看不过去了。你要是不喜欢呀，就拒绝，还装成一副乐在其中、很享受的样子。不是说好是上海人吗？主角是一半京片子，一半摸仙堡方言是怎么回事？作为一个演员，也不要求你掌握各种方言，至少你也应该把普通话说得和我一样标准吧。与你无关。不过这里至少能看出编剧水平很高，你都不知道他写的是啥台词儿，看给俩主角给烫的，根本张不开嘴。俩人边说边走出了弄堂，镜头一转，离弄堂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栋高耸入云的建筑，这不是东方明珠塔吗？房子紧挨着东方明珠塔，光那客厅就100多万起步，装啥吃不起饭呢？随后俩人就来到了学校，我这才知道编剧已经改了剧情，原著中主角都是高中生，现在改成了大学生，原先很多的设定就兜不住了。比如说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唐小米，本来是高中转校生，但到了大学要咋转学呢？唐小米回国了。所以编剧给唐小米安排的设定是去国外大学的留学生，然后回到国内大学的中文系当了交换生，让中国人回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当交换生，这是什么样的神仙脑子才能想出来的剧情啊？咱不跟编剧一般见识，接着往下看。唐小米到学校报道，本来不准备住宿的，但碰上了同样来办住宿的易遥，于是唐小米改变了主意，抢走了最后一个床位。我说你俩都不认识，有啥可抢的？再说了，什么大学能不多不少就差1个床位？你这是黑复旦交大呢，还是黑同济财大呢？镜头一转，又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，一个叫李哲的人形粉末质生物，在跟同学吹嘘自己和易遥发生过关系，没想到他真不是吹牛皮。易遥课余在酒吧卖酒补贴家用，李哲昨晚在酒吧截住了易遥，对他死缠烂打，还说了假如我不再纠缠你，就把这些酒喝了。我正等着易遥反手给他一个嘴巴子的时候，易遥吨就把酒喝光了，喝得不省人事之后，易遥跟着李哲去了酒店，糊里糊涂的过了一晚上。后来易遥和李哲共度一夜的事让齐明知道了，施安头上总得带点绿的齐明虽然生气，但他想的还是要报复渣男李哲，于是冒充女生给李哲写了封情书，约他在女生宿舍见面。色胚李哲果然上当，去了女生宿舍，齐明也跟着进女生宿舍，用计揭发了他。虽然看渣男被整是挺爽的，但男生这么随便进女生宿舍，看了谁还敢上大学啊？距离上次酒店事件过了没多久，易遥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恶心想吐，有经验的观众肯定猜到了，这不就是怀孕了吗？原著是在高中可能还懵懂的就怀了孕，剧里都已经是大学生了，咋还不知道整点保护措施呢？难道是分不清用过的小雨衣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，所以干脆不用了？易遥跑卫生间一阵孕吐之后，找到了齐明，让他帮自己去买验孕棒。齐明也真的是绿的深沉，绿的伟大，真就去给易遥买了。不过易遥也不准备找孩子他爸，准备自己把事扛下来。而唐小米喜欢齐明，所以跟易遥不对付。发现易遥好像怀孕的事之后，他在学校大肆散播谣言，说易遥在外面卖笑100块一次。不过吧，没想到全校同学都他妈的信了，每次看到易遥还指指点点，刻意针对。怎么着，上大学都这么闲的吗？不用学习，不用参加社团，不用实习，不用谈恋爱的吗？第一，我现在很愤怒。最离奇的是，这事儿传到了学校老师的耳朵里。学校经过研究决定，给予易遥开除学籍的处分。我敢负责任的说，全中国没有一所高等院校会因为怀孕开除学生。编剧要是没上过大学，也可以去打听打听。易遥尽管这么惨了，但唐小米还不准备放过他，找了几个小混混进女厕所找易遥的麻烦。看来在这个剧不但女生宿舍随便进，女厕所也是一样。小混混一个没注意，下手就中了，给易遥打得倒在了血泊里。这么来看，孩子估计是保不住了。流产，流什么产啊？就一个子宫肌瘤。我就问你，前面又是上床，又是验孕，又是准备流产的，结果你告诉我根本没怀孕，说是啥子宫肌瘤，你咋不说是装着哪吒的肉瘤呢？看到这里，我终于看不下去了。我能理解为了过审对原著做适当改编，但改编也要讲基本法啊。大学因为怀孕被学校开除，后来发现是误会，长的是子宫肌瘤，这哪是青春校园剧啊，简直是大型魔幻史诗。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你把怀孕、堕胎、自杀这些情节都改掉了，那你何苦还要改编悲伤逆流成河？你自己重新写一个不好吗？和剧版的《流淌的美好时光》一比，仅有5.9分的电影版《悲伤逆流成河》简直好太多了。电影至少直面了校园里的霸凌与暴力，把真实存在的问题抛给观众。但剧版就完完全全是一出忽略观众智商的闹剧，里面还加了无数水时尚的剧情。对于这种烂剧，我只能希望演员们都爱惜羽毛一点，观众们呢也爱护自己的眼睛一点。不说了，我赶紧去洗个眼睛去了，拜了个拜。